努力没有结果的时候，人很容易怀疑自己，就像走了很远的路，却看不见前面的光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老人和大海的故事。他曾经连续84天一条鱼也没有捕到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运气用完了，再也不会成功了。可是第85天，他还是一个人划船去了更远的深海。84天，快3个月了。换作是我，可能早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件事了。这个老人叫圣地亚哥，是古巴海边一个小渔村里的渔夫。他很瘦，年纪也大了，脸上有很深的皱纹。他的手上留着很多年拉鱼线磨出来的痕迹。他一辈子都在海上捕鱼，大海就是他的生活，也是他的世界。以前有个叫马诺林的小男孩一直跟着他学捕鱼。男孩很喜欢老人，也很尊敬他。老人把自己知道的捕鱼知识全都教给了他。可是最近一切都变了。84天没有捕到鱼，村里的人都说老人运气不好。有人同情他，也有人偷偷笑话他。男孩的父母也觉得老人的坏运气还会继续。他们让男孩去别的船上捕鱼。男孩听了父母的话，可是心里一直惦记着老人。每天傍晚，他都会去老人的小木屋坐坐。他们一起聊棒球，聊捕鱼，聊生活。有机会的时候，男孩还会给老人带吃的。虽然别人都不相信老人了，可是男孩还相信他，这种感觉应该很温暖吧。第84天的晚上，男孩又来看老人。我能再跟你一起出海捕鱼吗？老人温和地笑了笑。你父母已经做了决定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是相信你。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谢谢你，我的孩子。那天夜里，老人睡在自己简陋的小屋里。墙壁很简单，家具也很旧，可是他的梦里全是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他梦见了非洲，梦见了金色的沙滩，还有沿着海岸骄傲行走的狮子。第二天早上，太阳还没出来，老人就醒了。村子里的人都还在睡觉。他悄悄地把捕鱼的工具搬上小船，男孩也来帮他准备。祝你好运，老人家。运气来来去去，说不准的。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。说完，他把小船推进黑暗的海水里，向着远海划去。大多数渔夫都只在靠近岸边的地方捕鱼，可是老人越划越远。他相信真正的大鱼都住在更深的海里。太阳慢慢升起来，大海变得明亮又湛蓝，海面一望无际，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。海鸟从头顶飞过，飞鱼跳出水面，划过一道道弧线。老人的心里很平静，他热爱大海，常常觉得大海像一位温柔的女性，美丽又大方，只是有时候让人猜不透。他一边划船，一边小心地把几根鱼线放进不同深度的水里，然后他开始等待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太阳越升越高，还是没有鱼。可是老人一点也不着急，他很有耐心。他早就知道，捕鱼这件事心里要有信念。差不多中午的时候，有一根鱼线突然动了一下，老人立刻就感觉到了，水底下有个巨大的东西正在用力拉着鱼线。他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。这是个大家伙。他小心地握住鱼线。
那条鱼没有跳起来，也没有疯狂的挣扎，它只是带着巨大的力量一直往前游。鱼线不断地向深海划去。老人知道，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，这是一条巨大的马林鱼。马林鱼游了1个小时又1个小时，它拖着小小的渔船，离陆地越来越远。老人拦不住它，这条鱼的力量太大了。他把鱼线绕在自己的肩膀和背上，鱼线勒得他的身体很疼，手也开始酸痛。可是他死也不肯松手。如果我放走了这条鱼，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太阳落下去了，黑暗盖住了大海。马林鱼还在稳稳地往前游，小船跟着它一直走。茫茫大海上，只有老人、鱼和天上的星星。大海好像永远没有尽头。老人常常自言自语，这样能让他不那么孤单。有时候他跟鱼说话，有时候跟鸟说话，有时候会想象男孩就坐在自己身边。要是男孩在这儿就好了。夜里越来越冷，他的肌肉变得僵硬，可是鱼线一直紧紧的。马林鱼还在往前游。到第二天早上，老人和这条鱼已经僵持了快24个小时。他的手磨出了血，背疼得厉害，身体累到了极点。可是那条鱼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老人心里很佩服这条马林鱼，它那么有力量，那么聪明，又那么勇敢。我爱你，鱼，可是我必须打败你。第二天慢慢过去，老人越来越累。他抓到一条小鱼，生着吃下去，补充体力。味道很简单，可是能给他一点能量。马林鱼还在游，人和鱼都不肯放弃，他们在进行一场安静的较量。有时候老人会想起棒球，想起他最喜欢的球员迪马乔。迪马乔常常忍着疼痛和伤痛上场比赛。想到这里，老人就觉得又有了力气。迪马乔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一个人在海上又累又疼，全靠心里的一点信念撑着，想想就觉得不容易。第二个夜晚来了，星星在头顶明亮地闪着，海面很平静。老人的身体已经快要到极限了。突然，他的左手抽筋了，变得很难用得上力气。他生气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你这算什么手啊？慢慢的，抽筋缓解了。他继续握紧鱼线，他不能出任何差错。马林鱼还在往前拉，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2天多。第3天的时候，事情有了变化。大鱼开始绕着大圈游。老人知道，这说明马林鱼累了。它终于开始往水面靠近了。每转一圈，鱼就离得更近一点。每转一圈，都要花光老人剩下的全部力气。他稳稳地拉着一点点，一分分，慢慢地收线。终于，他看见了它。马林鱼从深蓝色的海水里跃了出来。老人惊讶地看着它。这条鱼比他想象的还要大。长长的身体在阳光下闪着光，巨大的尾巴像一把大刀划过水面。这条马林鱼比小船本身还要长。真美啊！有那么一瞬间，老人只是静静地欣赏它。可是很快，他想起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。等鱼游得足够近的时候，老人集中起剩下的全部力气，举起了鱼叉。马林鱼又绕了一圈，老人等着他，
然后用力刺了下去。鱼叉深深地刺进了鱼的身体，马林鱼高高地跃出水面，有那么一刻，它好像停在了空中，然后它重重地摔回了海里。海水溅起巨大的浪花和泡沫，不一会儿，巨大的鱼不动了。战斗结束了，老人累得说不出话，可是他的心里充满了骄傲。他做到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他把巨大的马林鱼绑在船边，鱼太大了，根本放不进船里。然后他调转船头，往家的方向驶去。84天的等待，3天2夜的坚持，他终于捕到了这条大鱼，真替他开心。回家的路还要走好几个小时，老人看着自己的收获笑了。村里的人一定会很惊讶，男孩也一定会很高兴。84天的失败之后，他终于成功了。风鼓起小小的船帆，船稳稳地向着岸边驶去。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远远没有。几个小时之后，老人看见水里有一个深色的影子，是一条鲨鱼。鲨鱼闻到了马林鱼的血腥味，正飞快地游过来。老人立刻明白了危险。鲨鱼冲了上来，有力的大嘴撕咬着马林鱼的肉。老人抓起鱼叉，用力反击，狠狠刺中了鲨鱼。鲨鱼死了。可是他沉下去的时候，带走了一大块马林鱼的肉，也带走了老人的鱼叉。老人难过地看着受伤的大鱼，可是他还是继续往家走。很快，更多的鲨鱼来了，血腥味在海里延伸了好几英里，引来了远处饥饿的猎食者。鲨鱼一次又一次地冲上来袭击，老人一次又一次地反抗。他用刀子，用船桨，用木棍，用所有能找到的东西当武器。每一次战斗都让他变得更虚弱，每一次袭击都让马林鱼失去更多的肉。老人知道自己正在失去这条鱼，可是他不肯停止战斗。傍晚的时候，鲨鱼来得更多了，他们围住了小船，大口撕咬着鱼肉。老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击打他们，他的手在流血，肩膀火辣辣的疼，身体累到了极限。可是他还在打。天黑的时候，鱼肉已经剩下很少了，巨大的马林鱼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。老人呆呆地看着剩下的东西，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难过。他战胜了那条了不起的大鱼，可是现在大海又把它拿走了。老人忍不住想，是不是自己走得太远了？也许自己太贪心了，也许自己挑战了命运本身。可是没有时间后悔了，他还要回家。夜很黑，星星在头顶安静地看着。旧旧的小船行驶在黑色的海水里。快到半夜的时候，老人终于看见了村子的灯光，一阵轻松的感觉涌了上来。他终于回来了。拼尽全力捕到的鱼，最后却只剩下骨头。换作是谁，心里都会很难受吧。他靠岸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睡了，港口静悄悄的。老人把船系在码头上，然后看了一眼那条马林鱼，只剩下巨大的骨架了。那条了不起的鱼已经不在了。老人累极了，他把桅杆从船上卸下来，扛在肩膀上。桅杆重得像一座山。一路上，他停了好几次休息。终于走到小屋，他躺到床上，很快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第二天早上，村民们发现了码头边的鱼骨，全都惊呆了。这条鱼太大了，很多渔夫过来量它的长度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人们围在船边，看着这副巨大的骨架。男孩马诺林急忙跑到老人的小屋，看见老人睡着的样子，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。老人的手伤得很重，脸上全是疲惫和辛苦的痕迹。男孩静静地坐在他身边，等老人终于醒过来，男孩对他笑了。他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。他们打败我了，马诺林。不，鱼没有打败你。老人轻轻地笑了笑。是啊，他没有。男孩告诉老人，以后他要重新跟老人一起出海捕鱼，他再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了。老人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勇气，村里的人也比以前更尊敬老人了。他们终于明白，圣地亚哥不只是一个渔夫，他是一个永远不肯投降的人。后来，男孩给老人带来了食物和咖啡，他们轻声聊着以后的出海计划。好多天以来，希望第一次回到了这个小屋里。老人安心地休息着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又做起了年轻时候的梦。他又一次看见了非洲海岸上行走的狮子，它们在金色的阳光下自信地走着，强壮、自由，无所畏惧。老人睡着的时候，狮子还在他的梦里沿着海岸行走，就像很多很多年以前一样。大海拿走了他的鱼，岁月拿走了他的青春，可是大海和岁月都没有拿走他的精神，而那才是最了不起的胜利。是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拼尽全力，最后可能什么也没得到，可是那个不肯放弃的自己已经赢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复习今天学到的关键词和它们的用法。坚持，坚持。例句：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有收获的。勇气，勇气。例句：他很有勇气，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地方。疲惫，疲惫。例句：走了一天的路，他感到很疲惫。尊严，尊严。例句：就算输了，也要保住自己的尊严。独自，独自。例句：他独自完成了这件很难的事。胜利，胜利。例句：坚持到最后就是一种胜利。耐心，耐心。例句：学习语言需要很多耐心。收获，收获。例句：这次旅行我有很多收获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慢慢读一遍，也顺便练习今天这几个句子。努力没有结果的时候，不要轻易怀疑自己。努力没有结果的时候，不要轻易怀疑自己。坚持下去，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坚持下去，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真正的胜利是永远不肯投降的心。真正的胜利是永远不肯投降的心。就算很累，也要守住自己的尊严。就算很累，也要守住自己的尊严。我们慢慢读一遍。今天的故事里，老人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，可是他没有放弃，在第85天独自去了远海。他和大鱼搏斗了3天2夜，终于捕到了巨大的马林鱼。虽然最后鱼被鲨鱼吃掉了，可是老人的精神没有被打败。今天的小任务是
用坚持这个词写一句你自己的话，可以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看一看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有过坚持了很久却没看到结果的经历吗？